徐伦好不容易跟接受父亲身体的基金会联系上了，对方也帮他安排了接头的方法。可就在这关键时刻，父亲的磁碟居然被人抢走了。在天气预报的帮助下，徐伦终于来到了他跟基金会约定的接头地点附近。可是如何才能拿回父亲的磁盘呢？刚才在中庭附近通道里，徐伦跟神秘人的一番打斗，终于引起了监狱方面的注意，警报响彻整个监狱。狱警发现7壁通道有异常情况，神父也过来打听情况。不过狱警信誓旦旦地表示，在这个监狱里从来就没有犯人成功越狱过，所以这一次估计也是小打小闹。神父本来也打算离开了，可他突然瞟了一眼门口电脑上的通话记录，一下找到了不对劲的地方。有人在11点51分的时候往施皮特瓦根基金会打了电话，神父立刻察觉这个电话有问题，他们狱警要了电话录音，打算回去好好研究。徐伦和天气预报还在一边漂浮，一边找刚才抢夺磁盘的神秘人。眼看接头的时间就要到了，他们磁碟还没找回来呢。时间一点点过去，徐伦方寸大乱。好在天气预报理智，他说神秘人一定就在这个洗衣房里。现在徐伦需要注意的就是如何搞定这扇通往中庭的大门。如果要强拆的话，肯定会引起狱警们注意的。天气预报一边说话一边回头看向徐伦，却发现徐伦扭着双腿，一脸尴尬。人有三急，动画女主角也不例外啊。天气预报一脸淡定地告诉徐伦，你想小便只能就地解决了。看到那边晶莹剔透的黄色液体了吗？那就是我的尿。让徐伦在一个男人面前小便，这可是尴尬他妈给尴尬开门，尴尬到家了。好在天气预报可以操控语音挡着徐伦，减少一点尴尬的气氛。可徐伦刚解决了生理需求，突然一阵强大的吸力从外面传来，这个房间里的空气汹涌地向外涌去。徐伦立刻意识到自己碰到的东西都会变成失重状态，而失重状态下就留不住空气，很快整个洗衣房的空气都会涌到外面。这样一来，他跟天气预报就会被憋死了。天气预报提醒徐伦，他们现在最大的敌人不是窒息，而是在真空环境下体内的血液会像开水一样沸腾。为了保证两人的呼吸和压力，天气预报用云朵给两人做了一件类似太空服一样的衣服，这里有稀薄的空气，两人的血液沸腾也暂时停止了。他们只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，必须在有效的时间内找到神秘人才行。徐伦发现洗衣房里基本所有东西都在飘着，但是那边有一个洗衣笼和铁桶却稳如泰山。如果整间屋子都是失重真空状态，那神秘人应该如何生存呢？他也会窒息的吧？所以徐伦觉得这种所谓的失重真空应该也是有射程范围的，超过那个范围以后就会恢复到正常状态，所以铁桶那边应该是有空气的。徐伦让天气预报先过去看看情况。此时徐伦的云气宇航服里的气压也开始变化了，没多久他们就会失去这最后一层保护，彻底暴露在真空环境下。天气预报一个箭步就朝着铁桶冲了过去，而与此同时，几个罗姆如同子弹一样射向天气预报。失之自由赶紧冲过去，左劈右砍，挡下了这一轮攻击。可是还是有一颗罗姆打穿了宇航服。此时的天气预报已经濒临极限了，宇航服里满是鲜血，神秘人又射出了无数螺丝钉。失之自由冲过去一顿欧拉，如铜墙铁壁一样保护在天气预报面前。眼看天气预报就要赶到铁桶旁边了，神秘人豁出老命去朝着铁桶射击，铁桶反射的螺丝钉子弹让天气预报根本无法靠近。失之自由也是拼了，一拳一拳的接住所有打向天气预报的螺丝子弹。可是他们没注意的是，神秘人声东击西的套路。他明着是打天气预报，其实是打向铁桶。铁桶里面确实藏有空气，此刻铁桶已经飞到了真空区域，桶内的空气瞬间将桶胀得变形了。再加上神秘人一个螺丝钉砸落了铁桶，铁桶立刻就像一枚炮弹一样狠狠砸向天气预报，把他又推到了真空区域。徐伦急坏了，他灵机一动，索性将自己的宇航服搞破，空气拖着他迅速朝天气预报飞过去。徐伦是打算用自己的力量将天气预报再撞回有空气的区域呢。神秘人向徐伦打出无数子弹，失之自由都通通拦截下来。神秘人一看不行，索性扔出2只活老鼠，老鼠到了真空区域马上爆炸，变成一团血沫，血沫崩到徐伦面罩上，他看不清东西了。这是个机会，神秘人马上对徐伦发射无数螺丝钉，徐伦的宇航服终于被打了很多孔洞。神秘人高兴极了，终于要结束了。神秘人正在高兴，却发现身上缠绕了无数细线。徐伦满脸鲜血，却开心地看着神秘人。在上次神秘人填子弹的时候，徐伦就探出了线，就等如今神秘人发射子弹呢。失之自由猛地发力，将神秘人拽到了真空空间里。神秘人身体里的血液立刻沸腾起来。
现在神秘人想要自救的话，必须马上解除真空状态。然而徐伦还是不够了解亡命之徒，他没想到神秘人居然拿出了一个瓶子，瓶子里都是双氧水。神秘人在瓶子里加上2氧化锰，瓶子里立刻产生了很多氧气。神秘人将瓶子砸向徐伦，瓶子已经受不住压力，碎成了无数玻璃碎片。这些玻璃碎片将徐伦身上的宇航服切割殆尽，徐伦受伤的身体就暴露在真空当中了。可下一秒，徐伦身上再次涌出很多云雾，旁边的天气预报竟然将自己身上的云气宇航服给了徐伦。天气预报嘱咐徐伦一定要拿到磁铁救出爸爸，而他的使命到这里也可以结束了。此时的天气预报和神秘人一样，整个人都因为真空而扭曲起来。神秘人濒临崩溃，终于决定解除失重逃走。可在空气倒灌、房间掀起一阵暴风的同时，失之自由一拳砸向神秘人，将他砸晕了。失之自由一顿欧拉，神秘人的人脑袋差点被打成狗脑袋。徐伦也终于拿到了磁铁，下一步是如何将通往中庭的门打开了。徐伦从神秘人身上掏出了一张劳动许可卡，徐伦疯狂砸门，用劳动许可卡叫来了人，大门缓缓打开。可他没想到来的人竟然是神父。神父看着徐伦也一脸懵逼，他们心中都有盘算。神父意识到神秘人失败了，磁铁应该已经被徐伦拿到手了，过几分钟就会有人来接受磁铁。徐伦是不是还有同伙？所以他应该怎么做才能拦住徐伦？而徐伦和天气预报则好奇，为什么神父会在这里？他是不是要对自己不利？神父和徐伦现在是麻杆打狼，两头害怕。徐伦先对神父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希望神父可以放他去中庭。他还不知道神父才是幕后黑手。神父居然侧了侧身子，给徐伦让出一条路。其实不是神父不想解决徐伦，而是他意识到徐伦是有帮手的，这边硬碰硬，神父不占优势，所以他是另有安排。徐伦兴冲冲的到了中庭，发现一个围巾男正在楼梯上站着，还以为围巾男就是与他接头的基金会安排的人，可不料那人抬起手就是2枪，正中徐伦的身体。原来这人就是神父的安排，他先用磁铁操控了一个狱警，让他在中庭等着徐伦。果然徐伦上当，身上中了枪，磁铁也掉了出来。此时神父躲在角落里陷入沉思。在1988年，神父遇到了一个改变他世界观的男人，那个男人可以让时间停止。他与神父说了很多话，包括能上天堂的方法，只要能上天堂，就能拥有无敌的肉体和无边的财富。他说自己将上天堂的具体方法记录在一本笔记本里，可是神父还没来得及看那本笔记本，笔记本就被一个男人烧毁了。那个人就是徐伦的爸爸成太郎。当然，成太郎是先看了笔记本的内容才烧毁他的。从那以后的很多年里，神父一直想得到成太郎的记忆，因为成太郎的记忆里就有那本笔记本的内容。而现在神父终于马上要完成自己的梦想了，他得到了成太郎的记忆，也得到了成太郎的无敌替身白金之星，所以现在没有任何人能阻挡神父对成太郎记忆的向往，就算成太郎的亲生女儿也不行。徐伦中枪倒在中庭里，神父离开了洗衣房。这时候天气预报才从铁桶后探出头来，可是他现在已经没有力气再去救徐伦了。神父也没有回中庭，他把回收成太郎磁盘的任务交给了打上徐伦的那个狱警了。狱警举枪对准徐伦的头部，要是扣动扳机的话，徐伦的生命也就戛然而止了。可是如此近的距离，狱警连开2枪都没有打中徐伦，因为狱警的手上不知道什么时候爬上了一只蓝色的青蛙。随后有更多的青蛙从天而降，落在他的身上，狱警惨叫连连。这一切都是天气预报用最后的力气做出来的，他已经完全爬不起来了，但他还有最后一口气，就将这点力气都用来操控天气。这场突如其来的青蛙雨让走廊里的神父也吓了一跳，而这些青蛙不是普通的青蛙，它们是箭毒蛙。箭毒蛙有剧毒，一旦毒液进入人体，几秒钟就会让人毙命。狱警已经被箭毒蛙弄得濒临崩溃，而徐伦有失之自由保驾护航，暂时还没有生命危险。狱警慌乱之中乱开枪，将监狱走廊的天窗玻璃打碎，箭毒蛙掉入了监狱的走廊里。神父赶紧叫出白蛇来保护自己。这时候神父才意识到躲在铁桶后面的人竟然是天气预报，他想拿门卡重新开门进去解决天气预报，但现在无数箭毒蛙趴在门卡上，门卡上全是毒液。另一边徐伦整个人暴露在箭毒蛙雨之下，就算失之自由百般保护，毒液也是从线的缝隙里流了下来。而此刻神父也岌岌可危，眼看白蛇就要护不住他了。神父突然想起中庭那边他控制的狱警或许还活着，他叫来那狱警，想让狱警把门卡递过来，可狱警还没走到神父身边，就已经毒入骨髓，一命呜呼了。
好在这时候有一个完全正常的狱警赶了过来，他一看到满地箭毒蛙，吓了一跳，转身就要跑。神父赶紧喊住他，让他把铁门打开，把自己放出去。可狱警根本不敢靠近铁门。神父气急败坏地把一只箭毒蛙砸到狱警的脸上，箭毒蛙很快爆炸，毒液崩入狱警的眼睛。他痛苦地抱着眼睛满地打滚，眼睛已经睁不开了。狱警无奈，只好跟神父合作。他按照神父的声音指示，打开了铁门，让神父出去帮他叫医生。可神父出来以后，自然不会履行诺言的，他完全没搭理狱警，反而缓缓走向中庭，去找承太郎的磁铁了。徐伦已经支撑到极限了，毒液眼看就要落入他的伤口中，千钧一发之际，云雾散开了，毒蛙雨终于停下。神父派白蛇下去寻找承太郎的磁铁，中庭现在满地都是恶心的毒液和摔碎的箭毒蛙。白蛇看到徐伦的身体就埋在一堆箭毒蛙之下，看来已经死了很久了。在徐伦的身体附近，他找到了那张承太郎的磁铁。白蛇兴冲冲地把磁铁捡起来，却听到徐伦的声音从背后响起：“感谢你帮我找到了磁铁。”原来徐伦根本没有死，这些箭毒蛙的血液有毒，可是如果身体不破损的话，它们就是无害的小青蛙。为了防止青蛙身体破损，徐伦就用线将活着的青蛙织成了一张网，自己藏在下面，就等着白蛇帮他找磁铁呢。白蛇疯狂了，他猛地向徐伦扑过去，却不料天空中飞来一只白鸽，半路接了磁盘以后扭头就走。原来那只鸽子就是基金会的接头人啊！白鸽听从神父的指挥，从地上捡起一把枪，瞄准鸽子，却发现枪里根本没子弹。眼看鸽子越走越远，白蛇疯狂了，他冲着徐伦怒吼，反正拿走的只是承太郎的替身磁盘，承太郎就算醒来也是一个没有记忆的人。这时候监狱里的狱警和囚犯已经注意到中庭这里出事了，白蛇只能赶紧跑，而徐伦马上就要晕过去了。他撑着最后一丝意识，在白蛇身上偷偷绑了一根线，他想通过白蛇找到白蛇的本体。可神父发现了徐伦的企图，他趁着白蛇还没回来就斩断了徐伦的线，徐伦再也撑不住，晕了过去。神父离开了，他其实已经得到了自己最想要的承太郎的记忆磁铁。尽管白金之星没拿到，但是对他来说也没什么关系。神父转身离开，而由于这场青蛙雨，徐伦越狱的罪责到底也没有被追究。承太郎的磁铁成功到了基金会的手里，可是，一日不拿到承太郎的记忆磁铁，承太郎就永远是没有记忆的行尸走肉。